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意外的时间旅行。那时间是什么呢？时间就是过去到未来展开的维度，这是大多数科学家所相信的，但并非所有的科学家呢都能够想象到这一点。有一个案例呢是发生在英国，一个女人走在街上，这里的街道呢她已经走过上千次了，一切呢都非常熟悉，比如说商店声音、气味等等。然后突然之间她居然感到了一种奇怪的沉重感。她继续走着走着就发现了一切都变了，地上的沥青居然变成了鹅卵石，旁边的汽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呢变成了马车，一切呢都开始变得陌生起来。空气中呢居然弥漫着煤、烟和马粪的味道。那穿着维多利亚时代服装的人居然越来越多，从他身边匆匆走过，每个人都用怀疑的眼神居然看着他。于是呢他开始惊慌失措，头晕目眩。就在他快要晕倒的时候呢，他居然瞬间又回到了现代。那他刚刚经历了短暂的时间旅行吗？现实的瞬间转变呢，让他进入了不同的时空。难道这一切只是他的想象吗？一些科学家认为呢，时间不是线性的，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存在于平行维度当中的。通常这些现实呢是分开的，但有的时候呢，这些现实会相互的碰撞交织，导致时空呢暂时的破裂。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到达时间的任意地方。现实的案例中呢，成千上万的人都报道过类似的神秘事件，而这些事件呢，会将人们带往数十年前或数个世纪以前。有些呢持续几秒钟，有些呢会持续数个小时。人们常常会感到沉重，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有些事情呢不对劲。然后呢，世界就发生了变化。你仍然在同一个地方，但周围的环境却不同了。许多的体验都涉及与另一个时空的人物和物体呢多次互动。那最著名的时空穿梭案例是发生在1901年。夏洛特和艾莉诺呢是牛津大学的学者，他们正在法国的凡尔赛宫参观。当时他们中途停下来想要寻找法国女王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私人度假胜地小特里亚王宫。当他们走路寻找的时候呢，突然之间一种诡异的寂静感包围住了他们。突然之间他就说旁边是没有声音了，没有微风，他们似乎被一种平静而笼罩起来，就像一张褪色的老照片一样。然后他们就开始迷路了，走错了方向。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突然听到不远处有人说话，于是他们就跟上了那些人，希望呢找一些人给他们指路嘛。可是走到声音的来源处呢，他们居然发现两个男人的装扮居然是18世纪的贵族。他们穿着长长的灰色的外套，戴着那种三角帽。两个男人礼貌地给他们指路，用难以理解的古法语给他们说的话。那接下来呢，他们还看到一个面色黝黑、脸上有麻子的男人坐在那个售货亭附近。之后他们还看到了更多穿着18世纪服装的人。然后呢，他们还发现草坪上躺有一个女人正在画素描，她戴着一顶白色的大帽子，留着长发。不过当时他们决定不去打扰她。当时他们以为他们看到了古装剧的拍摄现场。当他们走过桥又回到凡尔赛主宫的时候呢，画素描的女人抬起头来，还跟他们对视了一眼。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刚才去过的地方很奇怪，居然那里没有其他的游客，只有他俩。之后呢，这个夏洛特和艾莉诺呢确信发生了一些超自然现象，因为在他们研究了法国女王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那个肖像之后，他们确信他说她就是那个被画素描的女人。这才让他们相信他们刚才是穿越到了1792年的法国。那几年后呢，这个夏洛特和艾莉诺呢又回到了凡尔赛宫，想重走他们的足迹，但他们呢怎么也找不到当时记忆中通往城堡的那个桥了。而他们询问了之后居然被告知根本没有这座桥。但他们找到了古老的这个法国凡尔赛宫的古地图，上面显示呢，在1792年呢，桥确实是有的，只是现代呢，那个桥已经被拆掉了。那在1911年呢，他们就出版了一本关于他们经历的书，名叫《一次时空旅行》。那这本书呢，当时大获成功，怀疑论者就声称呢，这是一个骗局。世界顶尖的精神病学家认为呢，这是一种妄想。那除了卡尔杨之外呢，是所有人都不相信的。那只有他呢，没有嘲笑他们的说法，因为卡尔杨呢，是欧洲唯一一个也是有过时间旅行经验的人。他的事件呢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了。卡尔杨呢是当时访问了意大利的拉文纳，他说他当时去了尼安洗礼堂，这是该市最具宗教色彩的圣地之一。那教堂里呢，他被4幅马赛克画当时迷住了。他说那4幅画是基督受洗和以色列人过红海，
还有几幅呢他记忆犹新的蓝海，甚至个别的马赛克碎片。后来呢，当一位朋友又去这个拉文纳旅行的时候呢，杨就请他那个朋友将那些马赛克画呢全都拍好照发给他，他想再次欣赏。但他得到的回复呢令人震惊啊，他朋友说这些马赛克画根本就不存在。而困惑的杨呢立刻联系了曾经和他一起在这个拉文纳参观的朋友，他那个朋友也说自己还清晰地记得这些马赛克画，并且他还能详细地回忆起那些场景和色彩。那最终呢，这个杨得知啊，原来这些马赛克画曾经是存在的，但是在几个世纪之前呢，一场大火中啊已经被毁坏了。然而他对画的描述却非常清晰和完整一致，所以这次经历呢就改变了杨对意识和时间的看法。他的经历至今呢仍是时间旅行最引人注目的案例之一了。还有一个案例呢，是在1979年啊，两对英国夫妇，精神科医生啊杰夫·波林呢以及莱农和辛西亚，他们开车穿越法国度假。当时他们天色已晚了嘛，于是就发现路边有一家老式的复古酒店，于是他们决定住在这里。当他们进入酒店之后，他们发现这个地方的一切都显得非常复古，家具是古董，没有电梯，也没有电，唯一的光源居然是油灯。那第二天早上呢，这对夫妻吃了一顿简单的早餐啊，惊讶地发现一切都如此的便宜。于是呢，在回程的途中啊，他们决定再次入住这家酒店，但是无论如何居然都找不到它。于是他们就问当地人嘛，当地人居然说他们从未听说过这家酒店。更奇怪的是，当他们冲洗那些老照片的胶卷的时候呢，居然没有这家酒店的照片。可是奇怪的是，当时他们非常清楚地记得自己是在那个酒店拍过照片，而照片呢应该在胶卷的中间位置。更奇怪的是，底片中居然也没有这个酒店的照片，就好像是那家酒店和他们住宿都从未发生过一样。然而这4个人都清楚地记得，他们确实是在这家酒店住了一晚，而且还吃了早餐的。还有一件事是发生在1999年啊，塞巴斯蒂安呢在离婚后，他说他想要休息一下，于是他去了一趟纽约，他做了游客常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参观博物馆呀、美术馆、看百老汇演出等等。那演出结束后呢，他就在纽约的东村酒店附近找了一家1960年代风格的那种小咖啡馆。他说这个地方啊，每个细节都很完美，后玻璃上刻有名字的那种可口可乐呀，穿着扎染衬衫的那个女服务员啊，一头长发的男子用吉他弹奏着60年代的音乐啊，他们甚至播放着 Beatles 的那种音乐。他说他在那里啊享受了一顿完美的大餐，而且分量还很大，食物也很好吃。而且他说最好的是呢，全餐的花费啊仅仅只有3.25美元。那第二天呢，他花了1天的时间啊，又去游玩了纽约更多地方。但是游玩完之后呢，他还想回到那家餐厅，再次去享受那个氛围，因为他整天都在想着为什么会有如此便宜的物价的地方呢？要知道，在90年代末，纽约的物价一片披萨就要2美金，而他吃了一顿大餐才3.25美元，当时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嘛。当他到达了上一次吃饭的那个地点的时候呢，他发现餐馆居然不见了，只看到了一栋古老的用木板封住的建筑，上面写着呀因火灾而受损。于是他在附近走了近2个小时寻找那个地方，但始终都没有找到。在离建筑的地方呢，他遇到了一个70多岁的老人。于是这个塞巴斯蒂安呢就问他餐馆的情况，他就问到说那栋被木板封住的餐厅去哪儿了呢？那个70多岁的女人回答道说那个餐厅，他说我以前经常也去那里吃饭的。那他说以前是什么意思呢？那个老人就说啊，这家餐厅在1974年是发生过一场厨房火灾的，而烧毁了整个地方，所以这一座建筑早已经空置了25年了。那听到这里呢，塞巴斯蒂安呢简直不敢相信，因为他昨天明明才在这儿吃过晚饭的呀。而这个塞巴斯本来是来探索纽约历史的，他不知道自己会以某种方式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因为那一天晚上他在这个餐馆里居然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还有一些案例呢，是这些人并不喜欢时间旅行，他们通常会感到不安。有一个人的经历啊，就让他非常的害怕。他的故事呢也很不寻常。他说他没有穿越到不同的时间，而是不同的时间呢向他穿越而来。那是发生在1953年啊，19岁的水管工学徒哈利呢经历了一件令他终身难忘的事情。他说当时他在英国的约克的宝藏馆地下室工作，当时他正在凿石墙的时候啊，居然听到了微弱的号角的声音，声音似乎是从墙另一侧传来的。那哈利当时就很疑惑呢，于是就停下来想要听清楚。没有想到这个号角声啊越来越大，突然之间呢，一群罗马士兵啊居然从墙里啊走了出来。他们穿着绿色束腰外衣，手持圆盾。他说他们不是幽灵啊，他们看起来很结实，
但是他看不到小腿而已，好像是在地下室下面的地板下行走，甚至马匹经过的时候哈利都僵住了，吓得。所以20年来呢，哈利一直把这个故事藏在心里，生怕分享给人的时候没有人会相信他们。怀疑论者呢对此表示怀疑，而罗马士兵呢，他们说也不带圆盾呀，他们用的是巨型的盾牌呀，而且他们也没有穿过绿色的军服呀，他们穿的是红色呀，有时候穿紫色嘛。但哈利坚称呢自己说的都是实话，他说他记得每一个细节，甚至士兵的长相他都知道。他们当时疲惫不堪嘛，有些人呢还在战斗中受伤了。在20世纪90年代呢，哈利的故事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因为当时那个宝藏馆挖掘的时候就发现呢，地下室正下方呢是有一条古罗马道路的。因为宝藏馆拆迁嘛，居然真的有一条古罗马的道路，距离地面呢18英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士兵只能从膝盖以上看到。而哈利进一步研究就发现呢，罗马呢有辅助士兵他们不是公民，他们呢都是携带着圆盾，穿绿色的战袍。以前呢是没有人记录和知道这一点的。那后来发现罗马军团的军营呢，居然就在这个宝藏库的地下室的周边不远处，而那些军团呢是第9和第6辅助军团。几年后呢，宝藏馆的房子卖了，新主人呢他的狗在地下室里面对着什么叫，于是他也去调查，居然他也看到了士兵们从地下室走过的场景。他说在罗马时代呢，约克被称为是伊伯拉库姆，是一个主要的军事要塞，人口呢25000人。该地区呢发现了道路、墙壁、下水道和无数的罗马文物。就在几年前呢，在一次酒店翻修当中呢，无意中还发现了60具罗马人的骸骨在游泳池下面。也许那些骸骨呢是属于那些战斗疲惫急于回家的士兵的，但他们却被诅咒嘛，永远沿着那一条古老的道路前进。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故事到底是一个时间穿越的故事还是一个关于阿飘的故事，但它仍然是一个不错的故事。而时间穿越的报道呢，是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的，在世界各地呢都是随机发生的，但有些地点并不是随机的，它们是固定的，和现实之间的屏障显得很薄弱。有一座城市过去、现在、未来呢都不断的在发生碰撞，到目前为止呢，它发生的时间错位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而这座城市呢，就是利物浦。位于英格兰西北海岸的利物浦呢，不仅以 Beatles 的乐队诞生地而闻名，它也因为时间错乱而臭名昭著。具体来说呢，就是大胆街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景点了，人们在这里呢会被传送到另一个时空。一个著名的案例呢是发生在1996年，弗兰克和他的妻子卡罗尔呢在大胆街购物的时候呢，卡罗尔当时想去这个迪伦的书店，那弗兰克呢对附近的一家音乐商店更感兴趣，于是他们就约好在20分钟后呢在书店见面。那就在这个弗兰克浏览完这些唱片和 CD 之后呢，他就朝着他妻子迪伦的那个书店走去了。但他走着走着感觉发现有点不对劲，繁忙的街道突然安静下来，不知道从何处传来了一声喇叭声把这个弗兰克吓了一跳。原来是一辆箱型的货车驶过，身侧写着卡登斯的名字。弗兰克是一名退休警察，他很了解镇上的每一项业务，每一个店面，每一个公司，但从未听说过卡登斯。甚至更奇怪的是，这辆卡车居然是50年代的车型，但看起来呢是全新的。而弗兰克环顾四周呢，就发现居然整条街都变了，人们开始穿着20世纪50年代的衣服，男人们戴着的帽子穿着长衫，女人呢戴着头巾，穿着复古连衣裙。他就说那条大胆街呢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老电影中的场景。弗兰克仍然心有余悸，他说他穿过街道呢，朝着妻子所在的书店走去呢，以为会看到迪伦的书店，相反他看到的是一家叫做瘸子的服装商店，而橱窗里摆满了女士的鞋子包包等等。他说他看不到一本书，直到一个穿着现代服装的年轻女子走进他身边的时候，他们一起走进了这个商店里面。这时候弗兰克才松了一口气，他说瞬间这里变回了迪伦书店。但那位年轻的女士看起来很是困惑，她转过身来对这个弗兰克说，她说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不是一家服装店吗？那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呢，这个弗兰克无法摆脱那个奇怪的下午的记忆，他做了一些调查，于是他得知这个瘸子呢确实是50年代在大胆街上存在的一家女装店，就在这个迪伦书店所在的这个地方。而侧面呢还有卡登斯字样的那个货车呢，也与当时的一家知名公司相匹配。弗兰克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但他绝对肯定当时发生了时空旅行。在这条街上还不止一个案例在2006年呢，一名叫做肖恩的19岁少年呢，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光旅行。
他说呢，他在被抓到偷窃之后呢，肖恩从这个保安的身边开始逃跑，转向了汉诺威街，躲进了布鲁克斯巷。当他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啊，他突然感到胸闷、发紧、头晕目眩。当他再次回到这个汉诺威街的时候啊，一切居然都变了。他说建筑物看起来更古老，空气中的味道闻起来呢，居然也都不同了。街道的两旁停满了看似新车的老爷车，人们穿着20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的衣服。但肖恩开始啊惊慌失措，当时他摸索着拿出手机呢，但是现代的手机啊没有信号。他急于弄清楚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走到附近的报摊呢，查看了其中一张报纸上的日期，上面写着1967年的5月18日。当时肖恩啊完全惊呆了，之后他就一直在这个街上到处徘徊，比如说路过商店啊，商店里摆满了看似全新的古董物品，还有宣传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件的海报。当他再次走进这个布鲁克斯街巷的时候呢，气氛啊突然之间又变了。突然之间他说街道上人来人往，他的手机也有信号，而熟悉的街景和声音呢又回来了。多年以后呢，一名记者找到肖恩啊，并多次采访他。肖恩的故事呢从未改变。这位记者甚至找到了那天追捕他的保安，而保安确认呢，他追到了这个汉诺威街追捕一名商店的偷窃者的时候，当时他追到这个小巷子里面啊，里面居然空无一人，那个人消失了。那在2011年的5月呢，17岁的伊莫金呢在利物浦购物，他的姐姐阿比盖尔呢刚刚成为了新的妈妈，所以这个伊莫金就想为这个孩子买几件东西。当他走向大胆街呢，发现了一家母婴护理店，上面写着 Mother Care， 是一个英国零售连锁店，主要是销售呢婴儿服装和母婴用品嘛。虽然这个伊莫金很了解大胆街，但他从未见过这家店，他一定是新开的。他说里面摆满了各种婴儿服装以及玩具啊和新妈妈可能需要的一切。当时这个伊莫金就很高兴了，因为他发现这里的价格啊居然非常便宜，他们一定是在大减价促销。于是他在收银台结账的时候，当伊莫金递给那个服务员那个信用卡的时候，收银员看起来啊就很是困惑。店长走过来解释说啊，他们还没有这项服务，只接受现金。所以这个伊莫金当场就觉得很诡异，怎么可能有店家不接受信用卡呢？由于他没有足够的现金，所以他就把东西放回去啊，离开商店回家了。那一天晚上，他告诉了母亲这种奇怪的经历。于是他母亲跟他说啊，这个 Mother Care 的商店啊，几年前就关门了，那栋建筑现在是一家汇丰银行。这个伊莫金听了以后还不相信啊，他说他确信几个小时前才在那个店里逛了街啊，他还摸了那个衣服啊、质感什么的，他和店员说了话，但是母亲坚持说啊，那一栋楼的建筑啊，现在是一家银行。那第二天呢，这个伊莫金就回到大胆街啊，决心找到这个 Mother Care 的商店，但是他不在那里，居然真的变成了银行。那在20世纪90年代呢，一群城市探险者啊，有过一次离奇的经历。在利物浦这座城市的地下呢，是有一条迷宫般的通道的，被称为是威廉姆斯隧道。他们始建于1810年左右啊，尽管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建造的，或者说是为什么建造，但当时这群城市探险者们穿过黑暗的地下隧道的时候，他们都说听到了人们喊叫的声音，是很多人。当他们拐过一个弯，突然就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熙熙攘攘的地下市场，人们穿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服装，用木推车在卖东西。他们说可以闻到新鲜的农产品的香味，听到讨价还价的喊声，然后突然之间这个市场消失了，就像它从未出现过一样，取而代之的呢是一个巨大的黑暗的空洞。喊声停止，慢慢的回荡在那个黑暗的空间里面，直到再次陷入了寂静。就仿佛说这个利物浦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时空交错的一个通道。在1999年呢，一对年轻的夫妇描述了现代汉诺威街如何变成了20世纪50年代的场景。商店的霓虹灯变成了复古的招牌，穿着复古服装的人呢匆匆的走过，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们。那几秒钟之后呢，他们居然又回到了现代。于是呢，这让他们迷失方向，心神不宁。利物浦的时间错位是非常普遍的，以至于网上呢都有一个专门讨论的小组，专门让人们交流他们的时间旅行的各种细节。他们的故事非常的相似，都是走在大街上或者是附近，然后他们突然之间感到头晕目眩，眨眼之间呢，他们就回到了过去。那这到底是什么让这个利物浦如此的容易发生时间错位呢？为什么他们发生在离大胆街这么近的地方呢？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与街道无关，而是与街道下面的东西息息相关的。研究人员就提出了一种理论来解释地磁电流而导致的时间滑移。那地磁电流呢，是自然发生在地球表面附近的电流，
它们是由地球磁场的变化、太阳活动和磁场力产生的，它们对时间和空间的影响都有据可查。在利物浦存在的争议呢，是独特的地理和人造的特征而导致的。比如说看利物浦的这张地下铁路系统地图，城市下面呢是以大胆街为中心的一个同心圆高压铁轨道路，这些铁轨呢可能正在产生一个时空漩涡。所以利物浦是一个沿海城市啊，地球上所有被认为发生时空漩涡的地方都是在海边，而且都产生过大量的水力发电。所以事实就证明强电磁场可以影响时间。地电流事件呢，可能就是与利物浦铁路系统产生的电力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而导致发生了穿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可能就会影响时间的流动嘛。所以世界上有几个地方以奇怪的现象而闻名，这些现象呢，都可以根据目前的情况来解释。比如说百慕大三角是位于强烈的洋流区域，那里的环面活动呢，会产生巨大的能量，而导致时空漩涡的出现。这就可以解释百慕大三角所有那种失踪事件呀，有可能就是地电流事件影响而导致的。而且呢，它们有时候还会导致卫星和航天器出现各种问题。然后呢，就是吉萨大金字塔了。研究表明呢，金字塔可以放大电磁能量。也许呢，古埃及人对时间和永恒的迷恋是基于真正的科学的。因为地电流总是在变化，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时间流逝和时间漩涡在世界各地会随机发生的原因了。爱因斯坦就有一句名言嘛，他就说呢，现实呢只是一种幻觉，尽管是一种持久的幻觉，如果时间穿越是真实的，它可能是幻觉中的裂缝。这个裂缝可以把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时空的界限变得模糊，让我们可以看见更多的东西。我们所感知的现实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坚固呢。那么大家认为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